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olly，欢迎大家收看，跟着 Polly 一起筛选客户名单。那又到了我们的 Tableau 小分享的一个时刻了。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交易名单之中去筛选出，今年有交易，或者是今年没有交易的客户名单。因为从过往，例如说我们有历史的交易资料，一定有累积了不少的交易的客户名单。那我可能可以拿这些名单来做再行销，或者是去唤起我这些客户的部分嘛。那再来的话，就是我如果不是只想要找单个年度，我想要跨个年度的话，我可以怎么去做筛选呢？那以前其实在做筛选的时候有说过，蛮多，例如说，我可能做日期筛选，但是我们这次要做的是金额，因为我想要知道有没有交易的话，其实是跟金额比较相关的。好，那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来看，如果今天老板给你我们这4年的资料，那这4年的资料你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这里，它告诉你有2000多个客户。那这2000多个客户呢，它分别散落在4个交易年度。那我想要去看出每一个年度有交易跟没交易的名单，我这边想到了一个比较最简单的方法，我通通都不要做任何的公式的话，我可以怎么做？我在上面的这个排序钮，我就按一下排序。我现在用排序由大到小，那我不就可以去看到2021年它过往有交易的名单哦，一直来到了这个 KB 的这个部分。那 KB 以下这个空空的 null 的部分，这个就是没有交易。那以此类推，我想要找2022年就是这样去找，2023年就是那样找。那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种方式的话，你必须是，我已经有熟悉 Tableau 怎么做操作。假设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主管，他并不是熟悉这项操作的人，我怎么样让他很快速的去找到，当年度有交易，甚至是没有交易的名单呢？例如说，我就给他这样一张表，然后他就帮我做下来。我要看2024年有交易的名单哦，那由大到小顺排，这可能我们就先帮他做好。那再来就是我想要做2023年有交易的名单哦，那你就说，这真的是2023年有交易的名单吗？这个当然我们可以去跟原本做比对嘛。那我们现在这个都有数字，那甚至我想要去找出2021年没有交易的名单，那我就选了2021年，发现什么？这里告诉我是2022年、2023年、2024年的资料，但就是没有2021年有交易的客户。所以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到的呢？那这里呢，我们其实用到了一个叫做参数的部分。像这个就是我去撰写参数。那我们在参数这边我怎么做呢？我在这边的话，我就设定一个日期，然后我全部把它写完2021到24年这个年度之后，我把它偷偷的塞进去，我会去做一个年度的 revenue。那我在做年度的 revenue 这边，我们做的这个公式是，如果我的交易日期的年度等于选择的日期，选择日期不就是我右上角这个参数我把它带进来的吗？那就告诉我它的 revenue 就是 sales 的部分。好，那这个就完成了我们刚刚做的第一个动作。但是你会告诉我说，那为什么它这里就是刚好就是只有交易的名单呢？因为我们这个筛选器有做了一个筛选，例如说在这里我让它放 revenue 年度的 revenue 放进来之后，我选特殊值选非怒尔的部分，那我在非怒尔的部分就可以选到了这些。我们看一下，如果我按了所有值会跑出什么东西？所有值之后，其实或者是我把它拿掉，就是当我今天没有做筛选的时候，它就会把我所有的客户名单都秀上去。接着呢是什么？接着的话就是，它2021、22年、23年都不会去显示，为什么？因为它是受我的这个栏位去做影响。我原本撰写的这个栏位就是年度的 revenue 写的公式是什么呢？当年度的资料我才会带出营业额，不然其实是没有的。好，那所以我想要找出当年度有交易的客户名单，我就把它放到筛选器。接着的话，我按下所有值、特殊值，既然是有交易，就是非怒我的部分，我按下套用，看到了没有？
这边就是有605个标记，我们过往有交易过的。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客户交给你的主管，跟你的主管说，这些都是有交易的哦。好，如果这个东西你看懂了，接着我要找出当年度没有交易的名单的时候有多么的容易。一样，我在这边去切换这些年度的部分，唯一不同的地方，猫腻在哪里？一样是这个筛选器，刚刚选的是非诺值，也就是有交易的部分。那既然我们要找出没有交易，没有交易，也就是它是诺值的部分。好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2024年没有交易的。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就只有2024年的这些，说错了，只有2021到2023，它陆陆续续有交易的这些资料。看到这边，如果你熟悉做参数，你会做 iflen 的判断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子用下拉式选单就可以协助不管是我的主管、我的同仁们，然后就快速的去筛选到有交易跟未交易的名单。但是往往呢，事情呢会越来越的复杂。你的主管、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同事会开始跟你说，我想要找出有流失的客户，或者是这2年没有交易的客户，或者是近2年这2024年没有交易的客户，哇，他有很多的想法那有没有办法这样去做呢？什么叫做流失的客户？我定义是，这是要自己定义的，每个公司的定义是不一样。只有2021年有跟我交易，22、23、24都没有交易了，那你帮我选出来。那什么叫做这2年没有交易？也就是我选完之后发现，我刚刚有，我们看一下全部有几个客户，我们全部2500多个客户里面，那我这2年没有交易的客户，也就是有这些有17个我这边讲错17列，所以这是刚刚我们的客户数应该是804个客户才对。我们804个客户，但是里面有这些刚刚讲是近2年嘛，对不对？近2年没有跟我交易所以过往一开始第1个年度跟第2个年度他们都有跟我交易那是这2年没有。那有没有办法再帮我找出2024年没有交易，但是其实他前3年都有来跟我去做交易的那我就可以这样去把它找出来。那找出来之后，这个是怎么去把它做到的呢？你要想一下，今天没有人帮你贴标签，你就自己要贴标签。所以在我们的名单筛选器这里面，我们是怎么去做的呢？我们就会去写说，如果这个条件叫做，例如说2021年有交易叫做流失客户，就是我们刚刚白话文的讲的这些东西。但大家想要知道的是，我这个栏位是怎么去把它创造出来的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仅2021年有交易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们就会去写到一些公式。那这些公式其实我们运用的就是主要的话就是 is null 的这个函式。那 is null 它其实就是在判断说，它是不是为空的。那假设它照理说 is null 这个出来，如果是它等于 true， 就代表它真的没有交易。那所以等于 false 就是有交易。所以我现在只要2021年有交易之后，就把它写出这个东西。那如果你懂了这个东西怎么写之后，那不管你要怎么去做跨年度的今年有交易，去年没交易，哪一年有交易，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交叉去撰写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最后，我们来 summarize 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今天呢讲这些东西，除了刚刚提到的参数是原本我们就应该具备说，我们去把这个参数把它加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做筛选。但我们提到的，如果我今天要做跨年度，或者是说不同年度多个年度的筛选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利用到这一些公式。那这些公式的话也写出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刚刚提到的有用 year 这个函式去协助然后 iflen 去包起来，那有没有
这2年没有交易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if null 里面包的这个值假设都为空的话，那不就是这2年没交易吗？所以当你会去做这些公式的融合之后，未来你在做客户的筛选加上应该说从日期的判断来做他有没有交易的这个客户的筛选，就会变得相当的容易。OK， 好，那这个就是说，当你把前面的这些每一个条件都定义好之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个跨年度的客户筛选，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名单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好，那以上这个就是今天Polly 这边的分享，那希望大家呢多多关注我的频道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拜拜。